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四川南充，刚从港源过来。现在这里的是阆中古城，这里是一座道台衙门，就是明清时期的。这个是全国现在唯一的道台衙门，当然了，现在也是复建的。我们今天去看一下。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道台。道台衙门是明清两个朝代介于省府之间的一个重要行政机构，说白了就是比省低一级，比市高一级。当时整个四川有川北、川南、川东、川西4处道台衙门，一般一个道台衙门大概是负责4到5个市，它主要职责是负责考核该辖区的吏治、审理大案、督导农商、整送税源，所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门。并且这个道台衙门里面还有仓库，还有监狱，还有库房等等。我们现在就来去看一下，特别是今天重点看一下里面的监狱是什么样子的。我已经进来了，这个地方是第2道门，是叫仪门，就是称为礼仪之门。那仪门的名字取自于唐朝孔英达的有一句话，有仪可相，也就是说是坐轿骑马的起止点。这个仪门总共有3个门，最中间这个门是当地的官员迎接圣旨或者迎接上级官员的，右边这个门就是当地的官吏和老百姓进出的通道。因为一个衙门有很多工作人员，就等于是员工通道。在另外一个方向的门就是属于相当于是犯人那些通道，所以在封建社会等级非常森严，每个通道过什么人都有明显的标注，不能越了规矩的。从仪门进来，这里有个牌坊，它这个是叫戒师坊，这个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。那戒师坊是谁开创的？是北宋时期第2代皇帝赵光义首创的，目的是要求当官者要爱护百姓，不要做贪官污吏。那上面还刻了公声明，意思是说处处有公心，才能查明事情的真相。在这牌坊的2侧有很多房间，相当于是兵房、刑房、公房，还有严房。刑房在古代一般有很多严酷的刑法来惩罚那些穷凶极恶的凶徒，经常看电视也能看得到。那么这个呢，相当于是囚车，对不对？很多人见过吧？因为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是道台大人管嘛，所以道台下面有专门负责的。这里呢，就是道台衙门它审案办公的地方，属于大堂，这个就不用讲了，直接去看就行了。这里就是道台衙门最为庄重的地方，大堂。当时阆中的大小案件、各类事务都是在这里审理。大堂呢非常宽阔，我们看过县衙，这里相当于是案台。当时的道台坐在这里审案的话，首先拿这个金堂木一拍，升堂，对不对？然后判的时候也是一拍什么东西。然后这个是签筒，经常我们看到拿一个签上来丢下去，影视剧也真会演，就是说的打多少大板或者判处什么刑罚，就是靠这个等等这些东西啊，都是当时用的。我发现它这个比那个县衙的大，县衙是3尺公案，它这里大多了。这个桌子呢，我们已经说过了，有可能是他的师爷坐的地方，记录这个案情，记录一些东西，相当于是幕僚嘛。这里是一些师爷展示，就相当于是官员的秘书，有奏折师爷、挂号师爷、账房师爷，还有阅卷师爷，就各个分类的，就相当于秘书有各种类型的秘书。来到这个地方，主要是看一下这个监狱，就是看一下古代的监狱是什么样子的，也叫做牢狱。因为牢狱在人类史上以及现在有几千年了，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，都有牢狱的存在。特别是在明清这种封建等级社会，这种牢狱呢必不可少，而且当时牢狱的管理啊就非常凶残残暴，胆小的人可能不敢进来。当然这里现在是复建的，这个在影视剧经常也能看得到，还有一些当时那种监狱里面的设备。那这些就是相当于手铐、脚镣，还有带球的。带球的这个是很残忍吧，在影视剧也能看得到，把脚铐起，然后这个球在后面拖着，就是说的让你脚啊一直用力拖着，很残酷的。
就是防止犯人逃跑，使用这些手铐、脚镣等等。有一个很残酷的东西，这个就是叫什么？这个叫颈钳，是套在犯人脖子上的刑具。这个就是单人的那个木枷，这个看影视剧能够看到头从这里伸出来，2只手在这里，所以呢，当时就非常的残酷。脚上然后带着那种脚镣，或者是带球的脚镣。那这种呢是3人的枷锁，就是3个人呢铐起来，就是并排走。打个这个3个人是一组的，那么就这样弄。这种是木脚镣，是最早出现在原始社会，在皇帝和蚩尤的时代就已经使用了。这种大家应该见过了，这个相当于夹棍，影视剧经常会演，就是夹手指的，很残忍的。所以这里面展示的很多，还有一个钉板，我们就不看了，太吓人了。那么刚刚我们看到的是一些它的刑具的展示，那么这里呢就是真正的牢房，里面还做了一些塑像，就是关押人的形状在里面，来看看。像这2件物品应该大家都见过了，这个就相当于是那种一个人站在里面，也是相当于是一个监狱，就临时的牢房一样，它可以移动的。就打个比方说，要上堂，要把这个人带过去，就把这个移过去。这些就是牢房，牢房里面还做了人物啊，看一下，这就是一个人，这个塑像，这个是应该清朝的。我们说他戴了木枷就是这个样子的，给大家拉近看一下，手头。你这样的话怎么跑？脚上呢还有脚铐、脚链，然后看他居住的房间，就是牢房里面的样子也很脏，所以说当时的话，封建社会的话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很逼真啊。一开始以为是一个真人在这里，刚才其他的小朋友来也以为是一个真人在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很像？那这里是另外一间牢房。这是一个女的，里面很脏很脏啊，这个睡觉的可能都是稻草那些，手上有铁链，大家见过这样的场景没有？是不是很吓人？不过在影视剧中有时候能够看得到，我也是第一次见呢。监狱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古代的监狱。这个监狱牢房我们就简单这样看一下，反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。这是多么的不好，多么的残忍！封建社会在牢房旁边，等于是那些看管牢房的捕快那些人居住的地方，相当于是狱卒嘛。他在这里吃东西、喝东西，然后睡在这里。他们的衣服，这个在影视剧中也都能看得到了。在这个地方也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清朝官员的官服上面是什么东西，就是胸前。文官一般是鸟，武官呢是属于兽，野兽的兽。那么清朝呢，1品文官这里是一个是鹤，2品文官是锦鸡。那1品的武官是什么？武官第1品是麒麟，2是狮子，3品是豹。所以如果大家看到这些官服是什么样子，就能够知道它是几品官，胸前是什么动物，就能了解。整个这个道台衙门挺大的，过了大堂呢，这里就是相当于是一些二堂，还有一些书吏房，主要是先看看书吏房是干嘛的。这边是书吏房，在封建时期的清王朝，官吏的品级都划分的非常明显，1品、2品这些考上科举的读书人都有品级，是士大夫，甚至是朝廷命官。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考上科举，有些人考了很多年都没有考上，那考不上呢？又是读书人，他没有其他的技能，那么只能来这衙门找一些执笔的活。那往下一点说是差役，往上一点就是书吏。书吏就是说可以写文字，帮那官员打下手。在官员面前呢，只能垂手侍立，站着回话，不能坐着。里面呢就有一些展示，书吏呢也可以称为各级衙门专门办理各个那个事务的人员呢。巡抚田文镜自动颁布的河南巡抚衙门书吏工作规范。田文镜大家非常熟悉了，雍正王朝里面演绎了他，把他演绎成是一个能臣干臣。那么书吏有哪些职责呢？草拟文稿，就是写文
书、写文稿这些，备造册就是各种的手册、花名册，就是文书工作基本都是属于他们的，相当于我们说的秘书这一类的吧。这个地方属于二堂，就是协商办理事情的。我们看到大堂要审案的，那其实很多公务呢是在这里面办理的。看到没有？这里呢就是在商讨。那么这个二堂呢，其实也是一些重大案件比较私密的，也是在这里审理。办公审议事情的地方都是在这里，就大家就讨论嘛，相当于一个小型的办公会。什么重大决定不可能在大堂里面那个公开吧，所以就在这里先他们商量好了，然后再颁布出去。这里相当于是账房，管理钱财的，有账房，有书吏房，还有粮仓。那这粮仓是干嘛用的呢？就是备战备荒一样的，就是有灾荒之年，那这里东西就把它拿出来给大家那个救灾用的，就是这个样子。那么这里呢，相当于档案，就是库房的那个数据是在这里，入库、出库清单。那这里呢，就是一些粮草、粮食，这个是为了展示用的啊。原版的肯定是不是这个样子的。那这个地方有可能有粗粮、有细粮这些，所以大家要区分一下，并不是一样的。储备的东西不光有粮草，还有一些布匹、生活用品。因为像那个仓库的话，各种东西都有的。逛了这么久，看到大堂，看到办公的地方，那么他道台大人生活的地方是哪里呢？就是这个一个小院落，这个地方都是重新修缮过的。那么这里就相当于是主的了，相当于客厅或者是他的书房、办公的地方。有客人来了，就比较亲密的客人就在这里。这里道台衙门最后的建筑就是这个三堂。退省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道台大人在这里办公，后面呢想事情的，打个比方说他审案了，那回过头来要想一下有没有出错这些东西，那么是在这个地方的。这个道台衙门我们已经看完了。其实在清朝来讲的话，道台衙门比现在大，因为现在毕竟是重新修建的，只展示了局部的部分。